找到了，建平3年4月21，又是华山牌。穆远哥，你看，3年前华山牌。公主，我觉得这次华山牌就是在试探，我担心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。那我们就反客为主。反客为主。爹爹在的时候，我们崇虎宫从来都不惧怕任何门派的挑衅。那我们现在就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们如今也一样。穆远哥，此行艰辛，一路小心啊。公主，大长老，两位放心，此去华山办完事情，我立刻回来。你真的不需要多带几个人随你一同前去。华山派封城诡计多端，我怕你中了他的奸计。爷爷，人带多了反而不方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去就回。大护法，你们俩来的正好，我要去趟华山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俩可不能偷懒啊。大护法，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，你别去了，让我和车徐替你去吧。别胡闹，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。我们没胡闹，我们都听说了，这次的任务不就是去华山送一下证据，威慑一下封城那个老头吗？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大护法亲自去呢？就是啊，大护法，如今崇火宫既有危险，一刻也离不开你了。元儿，诛杀车曲所说不无道理。这么想来，大护法亲自前去，的确是太给封城面子了。不如就让朱砂还有车渠去历练一番。公主，这件事情，大护法，你就让我们去吧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也行，那你们俩千万小心啊。是。客官请慢用。公子，二位慢用。这大白天的就喝起来。其实，因为这么一个误会，咱们等了崇姑娘一夜，她都未出来。看来，这崇姑娘是铁了心了。我倒是觉得，她未必真相信此事。那她为何迟迟不肯出现啊？她介意的，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她。其实，我们都等了一夜了，如果再多等等，说不定她就出来了。那位穆远大护法也在暗处盯了我一夜，我这一走，正好给他时间休息休息。这大护法怎么什么都管？公子，哎呀，这大公子怎么有闲时？难道你这是微服私访吗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前几天我在做一个小买卖，这买卖的好处呢，有很多很多。前几日啊，哎呀，是这意思吧？公子果然义气，这情这钱啊，我都记住了。有用到我的地方，支一声。告辞。公子为何如此待他？这人终究有有用之处。来，公子，我陪你喝一个。等一下，大小姐，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大师兄去哪了？大师兄一早就出去了，至于去做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哦。公子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回月上谷，把此行的情况告诉林前辈，给他一个交代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去哪儿？不如带上我。刚给你的银子就花完了。崇
火宫护法砗磲朱砂拜见凤掌门。崇火宫距华山相隔100里，二位护法一路辛劳啊。不辛劳，风景挺好的，能看出风掌门你志派有方啊。不远百里前来，定有要事。说吧，何事？我们此次前来是来送还风掌门你华山派遗落在我们崇火宫的东西的。何物啊？这4柄剑又是何意啊？哎，风掌门，这可是你手下的人之前攻打我们崇火宫的时候无意间留下的，您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我何时派人偷袭过崇火宫了？不会是二位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拿了4柄分不清主人的剑，就硬说是我华山派做的？如此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二位就敢登门兴师问罪？崇火宫怎么了？实在荒唐！风掌门，我们崇火宫的人从来不会恶意揣测诬陷任何人，更何况我们怎么敢轻易怀疑你们华山派这样的大派啊？您看我们都来了，你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吧。信口雌黄，恕风某才疏学浅，实在不知如何凭这4柄剑就能把罪名扣到我华山头上。我华山派可不是任人宰割的小门小派，你们俩想在这儿撒野，还嫩了点儿。风掌门有所不知，现如今武林各派的武器，80%出自我们崇火宫，而我们的铸造有着独特的工艺。我们的铸剑师会在剑身的底部留下印记，凭着这印记呢，我们只需要查阅往年的档案，便可知道当年这批武器究竟送往了何处。不如风掌门自己瞧瞧，这剑上刻的是什么？如若还有怀疑，也可随我们回宫查看档案，看看这批剑当年究竟是不是来到了华山。风掌门，您总不至于和我们说，您连自己定做的兵器都送人了吧？兵器嘛，总有遗失的时候嘛。背袭阿猫阿狗，摸到华山，偷去了也未可知。风掌门，你针对我崇火宫也不是1天2天了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。只是我觉得这样偷偷摸摸的行径，实在是有辱你华山派名门正派的威名。风掌门如若再来崇火宫，请走正门吧。我砗磲第1个恭迎大驾。风掌门，我们公主呢，就要我们送还这些兵器。既然您已经收到了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得罪了风掌门，好自为之。上官公子啊，咱们现在可不能休息，天已经黑了，再不抓紧走，咱们可就得露宿野外了。无命，再去拾些柴火来。是。啊，公子，咱们真得露宿野外啊？怎么，不习惯了？我还以为跟上官大公子出门，不住宫殿也要住客栈吧？我还想沾沾你的光，享受享受。哎，失策失策。我睡过雕花大城，
也露宿过荒郊野外。你若只是想跟着我一道享福，你确实是失策。我以为你们这些身份的人都很骄傲造作。哎，对了，公子，这一路上我没有来得及向你打听，你跟小美人怎么样了？有没有？哎，怎么一说起小美人儿，你这个脸色就不太对啊？哦，难道说你俩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有一些小误会，不过很快就会解开。小误会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的小秘密被他发现了吧？哎呀，我说上官公子，你一个聪明人，竟然也会为这种小事忧心。你放心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小美人儿太单纯了，她不明白是个人就会有秘密。这么说，你有很多秘密了？也不算多，就一个，但我不能告诉你啊。不过，我倒是可以跟你说几个满飞月的秘密，你想不想知道？说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满飞月的第一个秘密就是，他的年纪比传说中大很多很多，吓不吓人？就这个。还有就是，他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钱。你怕说的不是你自己吧？我才不是呢！我们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不像满飞月，什么钱都可以拿，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都可以干。我可不像他，不像。连你这个玄天红灵观的人都觉得丧心病狂，什么事儿啊？只不过就是那些鸡鸣狗盗、杀人越货的事。那你没跟着满飞月一起赚2笔啊？没有没有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也就是骗骗那些喝醉酒的王兄、张兄罢了。什么英雄大会的事儿，安平县的寒热病，还有你们被引去玄天红灵观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可都没干啊。安平县，寒热病，难道跟英雄大会一样，是满飞月赚钱的筹码？筹不筹码的我就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收到很多金子。可惜那些金子我一直没有找到。你说他是不是早就花完了呀？也对，哎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维持他那张脸啊，需要多少钱？满飞月散播寒热病，不是为了报复武林人士吗？怎么还能趁机赚钱？安平县临近崇火宫，寒热病肆虐后，就有人趁机对侄儿发难。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还是此事背后另有隐情？难道是有人指使满飞月，才制造了疫情？安平县这么多人，应该值不少金子吧？你诓我也没用。不过我倒是意外撞见过几次。那个人经常来找满飞月，没过多久，寒热病就散播开来了。满飞月也陆陆续续收到金子。至于那些金子是买那些老百姓的性命，还是什么别的，我就一概不知了。哦，我只知道一点，满飞月最想赚的钱，是小美儿身上的涟漪。果然跟侄儿有关。可满飞月想要涟漪，大可效仿洪生。这么兜兜转转，莫非此事中不是为了秘籍，而是侄儿的性命？可到底是谁会这么费尽心机，想要置侄儿于死地呢？风社，我倒是觉得那些金子应该还在某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，金子那么大，一块一块的，很难随身携带。就算满飞夜有心挥霍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花光。再说了，这种见不得人的交易，很少有人一次性付清的。金子陆陆续续送来，满飞月又死得早，只要他没将金子做成什么金银首饰之类的，就一定还在某处。
那你可就打错算盘了。这些金子啊，早就不是什么金饼金块了。满飞月收到以后呢，就把它们全部熔了，早就成金粉金箔了，好使着呢。重熔重铸，耗时费力。满飞月若只想敛财，此举火耗颇大，毫无道理。除非这金子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。难道此金出自官府？官府金银向来要做了记号再入库。满飞月若是为了消除上面的官家标记，那一切就合理了。公子，想什么呢？那么出神？难不成你也可惜那些金子？恐怕寒热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我担心此事会殃及侄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天地良心啊！害小美人的事我可从来没干过。满飞月头回为难小美人的时候，我就避开了。想当初我为了查明真相，还被他关起来，险些弄死呢。你想查明的怕不是侄儿，而是那些金子在何处吧？小美人在我心里啊，和金子无异，无异。师妹，我得回去休息了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？你想多了。我只是突然觉得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天天缠着你了，还跟你增加厌烦。我知道你在恨我、怨我。这次的事确实是我太过分了，我不应该如此草率就定下这门亲事。我辜负了你，也让整个灵剑山庄因我而蒙羞。我自己也成了这个江湖上最大的笑话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并没有任何要责怪你的意思，你大可不必再为这件事情过于内疚。师兄，是我伤害了你，我不奢求你能立刻原谅我，但我请你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，好吗？没关系，早就习惯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封掌门今日大驾光临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封某此次前来有要事相商。敢问师太，如今江湖风波不断，是何缘由？明知故问，自然是那重火宫邪教。不错，人人欲除重火而后快，却从未做到，又是为何？是因为大家各自为营，从不联手。封某此次前来，就是希望华山与峨眉能够一起铲除邪教，还武林一个安宁。师太，意下如何？和你联手，那我峨眉派有什么好处啊？莫不是少了你华山，我峨眉派便绝无剿灭邪教的本事了？再说，如今那重火宫的小妖女还羽翼未丰，就是任由她继续发展，谅她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。况且我峨眉派，除了看不惯那邪教的嚣张气焰之外，倒也没什么损失。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损失，可是重雪之已经练到联谊第5式了，用不了几年，他就会像他爹一样，成为天下第一，制霸武林。到那个时候，师太还会是这个态度吗？我们2个门派向来与重火宫水火不容，
倘若崇雪之真的走了他爹的老路，第一个报复的就是我们。更何况，崇雪之和上官透关系密切，上官透是国师之子，又是月上古谷主，既有权力，又有财力的支持。倘若二人联手，试问江湖中还有谁能与之抗衡？恕封某大胆推测，他们二人一定在密谋统治整个武林。若真是如此，那崇雪之继续发展下去，就太可怕了。我意已决，想要铲除崇火宫，必须快刀斩乱麻。倘若峨眉愿助华山一臂之力，我敢保证，峨眉的江湖地位也会水涨船高，绝不在华山之下。那既然风掌门已经如此有把握，是要铲除崇火宫，为什么还要找我帮忙？江湖中如此多的门派，又为何只找我峨眉派？因为在我的心中，师太是武林中的女中豪杰，更是当今世上第一女侠。公子，无命，我先去见林前辈，交给你了。明白。哎，上官透，别吵了，公子有事，你就跟着我吧。你玩自个玩吧。风少侠，这是月上谷，我劝你老实一点，我可没有公子有耐心。好。前辈，怎么，小透，一段时间没见，回来这副样子？不用你说，我也知道，跟我闺女闹矛盾了吧？侄儿他听信旁人之言，对我产生了误会。那既然是误会，解释清楚不就好了？只是这事儿，我实在不知该如何解释。哦，说给我听听。此事说来，其实和前辈您也有关系。师妹，这大晚上就我们2个人，你这把门关上了，不合适吧？就喝一口。就一口。上官透，孽障！收你为徒，你竟然做出这等下贱的事情！师父，没有，我没有。爹，师父，你简直是不知廉耻！爹，
不是的，凤子，你别说话了，还嫌不够乱吗？孽障！你破坏门规，偷练剑法第五同门，即刻起废除武功，逐出师门。当年我虽年少，但神志清醒。我和林凤子之间，绝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而我却不知该如何为自己解释。没想到，林纵兴竟然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被我武功不够，竟然还派人毒杀我。难怪我当时找到你的时候，你都已经没了半条命了。若是我了解其中缘故，断不会让你去灵剑神庄。前辈无需自责，此事总有瞒不住的一天，解了也好。那为什么当年我问起你时，你不把来龙去脉说清楚？你这个人总是这样，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。很多事情一个人是无法面对的。我知道你的个性，你不愿意麻烦他人。可一个人永无止境地承担下去，总有一天会被压垮的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闺女那儿需要我说和说和。这件事，我还是希望侄儿能谅解我，我不希望她恨我。既然是误会，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我闺女的脾气我了解，纵使生再大的气，隔个3、5天也就消气了。不过这事儿着实也不小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你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，大家冷静冷静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况且，眼下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此前，满飞月传播寒热病一事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为了报复武林人士。可是今日我发现，他的背后似乎是有人指使。此人借刀杀人，却总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全身而退，定不是泛泛之辈。我担心他在背后酝酿更大的阴谋，所以我一定要将此人找出来。小透，你不是从来不过问江湖上的事吗？我是担心此事背后所指有关之儿，就算不去找他，他也会主动找上之儿。既然如此，我何不先发制人？你有线索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不过我有一个朋友，他那里说不定会有消息。谁？洪秀姐，里面有个华山派的弟子喝醉了，动手动脚的。别着急，带我去看看，不行就把他扔出去。别装了，起来吧。张公子，张公子，张公子，张公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下去，下去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大家，崇火宫妖女在仙山鹰洲杀人了。这位客官，你在这大呼小叫的，让我们生意怎么做呀？我师兄都死在这儿了，你们还想着做生意吗？今日你们如果不把崇火宫妖女交出来，我们华山派将仙山鹰洲夷为平地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报官吧。既然人死在了我们仙山鹰洲，那我裘红秀自然不会置身事外。但我仙山鹰洲何等清雅，不是什么可以断案查案的地方。你们有什么话，还是去跟提刑官大人说吧。我怕。你怕什么？人又不是你杀的。我们江湖中的事，找官府做什么？你们华山派是江湖中人，我仙山鹰洲可不是。
我这里是做生意的地方，况且仙山鹰州向来在江湖中立，各门各派都会给我裘红秀几分薄面。多少年来相安无事，从不会有人在这里寻仇滋事。可今日，居然有人死在了我这儿。别说你华山不同意，就是我裘红秀，不把此事查个清楚，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大人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，后面的事情，红秀姐也看到了。裘老板，昨夜是否看到有什么可疑人物进入你这仙山鹰州？大人，瞧您说的，我这仙山鹰州每日宾客云集，少说也有100来号人。您说这，我怎么可能都记得呢？裘老板，这事儿可开不得玩笑。虽然你这仙山鹰州向来都是中立之地，但这次死的可是华山派的6弟子。况且，你我都很清楚，这5瓣莲花乃是莲神9式的标记。江湖中人人皆知，莲神9式乃是崇火宫的独门功法。除了公主崇雪芝，这凶手还能是谁呢？大人，这案子还没查清楚呢，您怎么能断定这凶手就是谁呢？我知道，你们江湖中有江湖的规矩，但是本官提醒你，再大的江湖也归朝廷管。是。新上任的苏州知府最忌讳的，就是你们这些江湖人士，在他所管辖地内犯事作乱、杀人放火。因此，此事本官必定会彻查到底。来啊，将尸体带回，找仵作，仔细验明。是。芷儿，牧远哥，你现在的武功啊，又精进了不少。再练些日子，就应该能够突破第60了。好。牧远哥，你还在担心华山派啊？没错。虽然你现在武功已经今非昔比，即便是封城，也未必是你对手。但我毕竟担心，这华山派是武林中的大派，如果我们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，武林其他各派可能都会支持华山派的。我可不这么认为，牧远哥，这次是他们华山派先攻我们崇火宫的。况且这些年来，武林各派都说我们崇火宫是邪教，说我是妖女，几次3番想要灭我崇火宫。我倒觉得，只有我们态度强硬的对抗华山派，杀鸡儆猴，这样呢，才能让江湖各派知道我们的态度，以后不敢再轻视我们呀。你现在倒是越来越像个公主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担心。我知道，你只是担心我的安危吗？你刚刚不是说我的武艺精进了不少吗？就算现在那个风城站在我面前，他也不是我的对手啊。话虽如此吧，但是还是尽量不要让他有机会站在你的面前才是。公主，这有封信。哎，红秀姐寄来的。莲神9式。
这怎么可能呢？听起来的确很可疑。洪生在英雄大会期间偷了连神九式进行修炼，可他已经死了，这江湖之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会连神九式了。可是仙山英州的来信上说，华山弟子死后身上的确出现莲花的痕迹，这不是连神九式，又会是什么呢？总之，如果此事不查清楚的话，那公主杀人的罪名就很难洗清。没错，之前寒热病爆发期间，青沙帮的帮主铁枭也是死于连神九式，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呢？难道洪生根本没有死？当时我们虽然看他身中数箭，但因为姑姑也中了箭，朱砂又身受重伤，我急于照顾朱砂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查验他的尸体。现在想来，他可能当时根本没有死，只是受伤晕了过去也有可能。如果琉璃分析的是对的，那洪生故意杀人，陷害我重火宫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那他为什么杀个华山弟子啊？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。为了避免华山派公报私仇，洪秀姐已经将此事上报官府。这样一来，华山派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可是具体是什么情况，她也不知道，所以她希望我亲自前往仙山英州调查此事。绝对不行！江湖人人皆知，华山派与我重火宫向来就有宿仇。如果洪生故意杀了华山派弟子，那一来可以激化华山派与我重火宫的矛盾，这二来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，故意引公主现身。是啊，公主，大护法分析的很有道理，说不定是个陷阱，目的就是想让你去。公主，你可千万不要中了圈套啊！是啊，公主。我倒觉得公主应该去。公主，你应该亲自去查明真相，这样才能证明公主和我重火宫的清白。大长老，我重火宫距离仙山英州路程实在太过遥远，公主亲自前去，一定会有危险，还望公主三思。公主，这仙山英州客来客往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，而且那个裘红秀更是正邪难辨，此次贸然前去，不见得能查到消息啊。穆远哥，可是铲除玄天红灵观那一次，如果不是洪秀姐还有仲涛大哥帮忙的话，我可能早就死在了玄天红灵观，更别说带着风舍回来研制解药了。所以洪秀姐不可能会害我的。而且，自从仲涛大哥死了以后，我也不知道洪秀姐现在怎么样了。我们这次去千山英州，一方面可以看看洪秀姐的状况，另一方面也可以顺便祭拜一下仲涛大哥，毕竟他也是因为我们才死的嘛。而且只有抓到凶手，才可能避免让其他人受伤啊。大护法，公主说的也有道理啊，要不我们就陪公主去一趟吧。对啊，大护法。既然如此，那我陪你。还有我，听说仙山英州是人间仙境，我还没去过呢。你别去了，琉璃跟我们去吧。好。你跟车去留下来，加紧操练弟子们，以防华山派再次来袭。是。一品透，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？自然是来照顾秀娘你的生意了。这位小哥怎么也来了？哦，是我呢。你别叫我小哥，叫我风舍。一品透，以后啊，您的主意我就不打了。可是这位风小哥，我早就盯上了，着实不错呢。不错？上官涛，他说什么不错？风舍，你可知这仙山英州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
不过这里确实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说是仙境啊，也不为过。仙山阴州的确就是仙境，来过这里的客人都过着跟神仙一样快活的日子。神仙一样？那是什么样？这是男宾客来了呀，就听着曲子，吃着果子，看着女子。而且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女神仙，这些女神仙呢，还格外喜欢像风小哥这样的俊美小哥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聊吧，这地方不适合我。风师啊，你连女神仙都还没有见过，如何得知这里就不适合你了？